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7年跑龙套逆袭顶流，离婚后封双事后，资源开挂太猛了。从农村跑龙套到国际代言人，赵丽颖用实力打破圆脸不能当女主的偏见。离婚后演技爆发，连夺视后，37岁逆袭成纪范，西百年首位中国彩妆代言人。大多数女明星生完娃或者离婚，事业基本都能掉头往下走，但赵丽颖可真不一样，离婚后反而事业蒸蒸日上，真是厉害。以前有人说她圆脸不适合当女主，结果现在她奖项拿到手软。有人调侃她土气，说她时尚资源差，但下一秒她就成了国际大牌的代言人，牛得很。当初那些盼着她离婚后失落的家伙们，现在也只能眼巴巴看着她的事业比婚前更牛逼。就最近，37岁的赵丽颖又有新突破了，这回可不止冯绍峰，整个娱乐圈估计都得对她另眼相看了。说实话，她这一路走来真是不简单，老家在农村，爸妈都是普通的农民，没啥背景。刚进娱乐圈的时候，她就是个跑龙套的，今天演个路人，明天当个丫鬟，一跑就是7年，娱乐圈里就她一个人有这份坚持，谁还行得出来？有人觉得她长得不咋样，脸太圆，不适合当明星，还劝她早点打道回府，但她心里想着，只要认真演，总有一天能出人头地。只要肯努力，总会有回报，她的坚持没白费。陆贞传奇当年播出，观众都记住了她，之后花千骨更是牛，直接把她捧上了一线女星的位置。那会儿她演啥剧，收视率都高得吓人，大家都管她叫收视女王或者千亿女王。照理说事业这么火，应该趁热打铁赶紧拍戏，保持热度，可她却突然宣布结婚了，对象竟然是冯绍峰。这俩人在拍《西游记》女儿国的时候就开始有感觉了，后来一起演了《知否》，感情就越来越深了。结婚的时候，网上的声音可真不少，啥都有。有的人说男方家庭条件不错，她这是想往上爬；还有的猜她是怀孕了，所以急着嫁人。婚后她确实安分了不少，差不多有一段时间没搞新作品，曝光率也低了，大家都觉得她这是打算放弃事业，回家当富太太了。谁知道没过多久，她就跟男方离婚了。刚开始这事儿曝光的时候，很多人都想看她的笑话，觉得一个结过婚还生过孩子的女演员，想要再翻身可真不容易啊。可她根本就没受到这些话的影响，离婚没多久就立马进组拍戏，真是拼得很。她先是在《幸福到万家》里演了个农村媳妇，演得特别真实，把农村人那种淳朴的劲儿表现得恰到好处，完全看不出以前在偶像剧里的影子。然后她拍了《风吹半夏》，这回更拼了，为了这个角色，她特意胖了点，脸上看着有点圆润。就因为这个角色，她拿了2个视后奖，这可是电视剧圈里最重要的2个奖项，看来她真的是彻底转型了。她可不甘心于现状，决定继续努力，开始进军电影圈。今年上映的《酱园弄悬案》，她剪了个超短的头发，演了个作家。这部电影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大家一致认为她演得不错，那个口音就像当年下地的知青一样，可见她真的很用心。想不到的是，她在时尚圈的资源越来越棒。7月15日的时候，纪梵希宣布她是全球彩妆代言人。你知道吗？这个牌子可是有100年历史了，以前从没请过中国明星做全球的彩妆代言人呢。消息一放出去，相关话题的浏览量立马就超过8亿了，她代言的那个色号都已经卖断货了，真是足见她的影响力有多大呀。7月19号那天，品牌方搞了个晚宴，她作为代言人也去了。当天我还专门看了直播，她一登场真是惊呆我了。观众原本都在盯着前面的大屏幕，没想到她突然从后面慢慢走了出来，一眼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台下的每位嘉宾都拿出手机来拍她。
她穿着一条黑色的长裙，腰上系着红色的束腰，头发高高盘起，额头一片光亮，连一点碎发都没有，真是美得不可思议，一点都看不出快40了，状态棒极了。主持人跟她聊天的时候，她回答的特自然，特别真诚，真有点大明星的范儿。晚宴结束后，有网友拍到了她下班的画面，视频里她换上了私服，穿着一件白色花纹的外套和灰色长裙，那个休闲的打扮看起来特别亲切。视频最后有网友叫她颖宝，让她回头看看，没想到她真回过头了，还跟网友打招呼，实在是太疼粉丝了。当年她刚红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她没品，穿啥都不好看，现在她竟然成了国际大牌的代言人，这波翻身真是厉害啊！再看看老冯，他最近挺低调的，娱乐圈的事业真比不上他前妻了。离婚后虽然拍了几部戏，但都没啥火，跟赵姐现在的情况一比，确实差得远了。以前常有人说女方配不上男方，现在再看看，谁的本事高低一目了然。不过说回头，男方家里可是有钱人，拍不拍戏对他来说根本不重要。前阵子还被拍到和新女朋友在一起了，不过那是真是假也不好说。娱乐圈对女演员真是太苛刻了，尤其是到了30多岁，结过婚还有孩子，更容易被人关上过气没戏可拍的标签。赵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用一部又一部的作品，让那些标签全都站不住脚。现在的她早就不是那个爱靠别人认可的小演员了，她有了自己的工作室，能够自己选剧本，甚至还可以参与制作呢。网传她接下来要拍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挑战一个更有难度的角色，虽然不知道真假，但还是很期待。她现在37岁，正是事业的好时候，不仅演技棒，商业价值也高，很多大品牌都争着让她代言，去哪儿都是瞩目的焦点，简直就是个人生赢家。赵丽颖的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运气使然。她的名字如今已经与顶流视后国民女演员这些光环密不可分，但回望过往，她也曾在荧幕边缘默默无闻多年，在娱乐圈底层摸爬滚打，跑了整整7年龙套才有机会拿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名字。这份熬与坚持不仅塑造了她作为演员的深厚底子，也让她在成名之后拥有了远比其他人更坚韧的力量。最初的赵丽颖没有科班出身，没有资源背景，没有时尚起点，一路靠的是无数配角、路人甲的积累。她演过宫女、丫鬟、路人女子，甚至在一部戏里只出现短短几秒钟。那时的她不被看好，甚至常常因为外貌土、气质路人感而被质疑不够上镜、不够时尚。但是她始终没有放弃，她用每一次的机会，一次次积累演技与镜头感，逐渐在业内建立起敬业能吃苦戏好的口碑。终于等来了陆贞传奇的爆红，一战封神。从那之后，赵丽颖的演艺之路才真正走上快车道，花千骨、楚乔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爆款接连不断，每一部都收视率惊人，角色深入人心。她不是靠流量堆起来的花瓶，而是真正有作品、有演技、有票房号召力的女演员。而令人钦佩的是，在最红的时候，她没有选择安逸，而是不断挑战自我，涉足不同题材与角色风格，在演技上不断突破。然而事业高峰期，她的个人情感也曾一度成为外界热议的焦点。赵丽颖与冯绍峰的婚姻曾被寄予厚望，但最终在结婚不到3年后官宣离婚。这段关系虽然给她带来了短暂的幸福和一个可爱的孩子，但也让她经历了舆论风暴和情绪低谷。很多人担心离婚会对她的事业产生负面影响，但事实证明，赵丽颖不仅没有被这段婚姻拖后腿，反而在离婚之后迎来了真正的爆发。她选择以事业回应一切，她迅速回归荧幕，拍摄了《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等现实题材作品，这些角色沉稳、有力量，极具代表性，也刷新了大众对她的认知。
特别是《风吹半夏》中的许半夏，不再是古偶剧中的仙气女主，而是一个在商场拼杀、坚定有魄力的现实女性。这一次的转型，彻底证明了赵丽颖的可塑性，也为她赢得了白玉兰视后与金鹰视后的双视后殊荣，这是无数女演员梦寐以求的成就，而她在离婚后短短2年之内就做到了。更令人惊讶的是，赵丽颖的时尚资源也随之迎来了开挂式爆发。过去被批评不时尚的她，如今成为纪梵希全球彩妆代言人，巴黎时装周坐头牌，封面霸屏，高奢代言接连不断。她身穿高定礼服亮相卢浮宫，9层巨幅广告登上国际大厦，与世界顶尖品牌同台发声。这些都标志着赵丽颖已经从国民演员进阶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华人代表。更重要的是，这些品牌看重的已不只是她的外表，而是她背后的故事，她展现出的文化自信、职业敬业，以及独属于赵丽颖的坚韧底色。在光环加持下的赵丽颖依旧低调，依旧努力。她不靠炒作，不依赖热搜，一步一步用作品说话，用角色让观众感动。她在综艺中温和有礼，在剧组里认真严谨，在每一次镜头前都拿出100%的状态和诚意。或许正是这种表面柔弱、内心强大的特质，让她在风云变幻的娱乐圈中站稳了脚跟，并不断攀登新高。赵丽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强者不是从来没有跌倒，而是一次次跌倒后还选择站起来继续奔跑。她没有背景，没有捷径，靠的是一颗坚定的心和日复一日的努力。即便外界质疑她的外貌、出身，甚至是情感，她都用成绩回应，用实力反击，最终赢得掌声与尊重。对所有正在努力中的你我来说，赵丽颖是一个现实版本的逆袭典范。她没有被困在标签里，而是不断打破偏见，向世界证明，努力、坚持、专业是任何行业里都不会被辜负的信念。她让我们相信，一个人只要有足够的热爱与韧性，就有机会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闪闪发光。最后，想对每一位喜爱赵丽颖的朋友说，我们之所以一路追随她，不只是因为她的颜值与演技，更是因为她身上那种愈挫愈勇的能量，那种不被定义、不惧流言的力量。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像赵丽颖一样，在人生的风浪中不畏惧、不低头，哪怕前路艰难，也要勇敢走下去。因为总有一天，努力与坚持会换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赵丽颖做到了，你也一定可以。公开道歉，诋毁王一博者低头认错，法律正义终于到来。24日，人民法院公告网刊登一网民给王一博的公开致歉信。该网民曾使用涉案微信账号，在某个微信群聊中转发不实信息，并在群聊中发表了针对王一博的侮辱、诽谤性质言论。经法院依法审理并作出2025经0491民初33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其上述行为构成对王一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致歉信中，该网民表示，对此我深感抱歉，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近日，关于诋毁王一博的网络用户公开道歉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位网民因发布虚假不实信息，损害了王一博的名誉权，最终在法律介入下低头认错，公开道歉。事件虽已落幕，但留下的反思与讨论才刚刚开始。流量明星的背后是鲜为人知的坚持与努力，而网络环境中的恶意攻击却常常轻易将一切成果否定。当法律之光照进舆论阴影，这不仅仅是王一博的胜利，更是公序良俗的一次小小回正。王一博一直以来都被贴上流量明星的标签，甚至在他不断挑战自我，在演艺、舞台、体育等多个领域拼尽全力的同时，仍有人以刻板印象否定他的才华与人格。在流量二字被污名化之后，部分网友似乎天然对明星产生敌意。对于王一博而言，面对长得帅没实力靠资源上位演技尴尬等言论早已不是新鲜事。
可贵的是，他始终选择沉默面对，用作品与行动回应一切。正因如此，当网络暴力者终于被依法追责，当那句"我错了"出现在公共平台时，许多网友才意识到，原来诋毁一个人不仅仅是情绪发泄，而是真真实实的违法行为。在数字时代，键盘带来的便利也放大了人性中冲动与不理性的一面。无论是刻意剪辑的视频、断章取义的文案，还是听说好像看图说话的猜测，往往在数秒之间就能激起网络海啸。而在巨大的点击与热度驱动下，部分账号更乐于制造虚构剧情吸引关注，不惜以他人的声誉为代价。而这些行为看似无害，实则杀伤力巨大。王一博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却因他站出来维权，让公众看见了边界。言论自由并不等于无底线的攻击，网络空间也绝非法外之的。从另一个角度看，王一博之所以会成为被恶意攻击的对象，也与他的高关注度密不可分。作为一个从偶像组合出道的艺人，他凭借不懈努力打破了偶像的天花板，成功在多个主流平台上实现转型。电影《无名》中他的沉稳演技，赛车赛场上他的专业精神，以及在多档公益与纪实节目中的真情流露，都让人看见他作为新时代青年的价值样本。他并非完美，却始终在进步。正是这种从流量到实力的蜕变，引发了一些人难以调和的认知反差。或许在某些人眼中，偶像就该活在滤镜中，不该有主见。也或许有人嫉妒一个年轻人为何能得到那么多认可。但无论原因如何，都不能成为诽谤造谣的借口。这一次，王一博用法律武器为自己争取尊严。他没有利用流量反击，也没有发长文控诉，而是选择默默收集证据，提交律师函，直至等到结果公布。这份冷静与理性，恰恰是他真正的成长象征。网络暴力之所以难以根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害者不愿维权，或者难以证明名誉受损。王一博的维权成功不仅保护了自己，也为更多艺人、普通网民树立了榜样。我们终于看到一个清晰的信号：诋毁不会没有代价，恶意终将被正义驯服。与此同时，这起事件也对粉丝群体提出了新的要求。王一博的粉丝群体以理智、温柔、默默支持著称，但面对不断涌现的黑料与抹黑言论，他们曾一度感到无力与疲惫。喜欢一个人真的很卑微吗？这是不少粉丝的真实心声。但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回答，不是卑微，而是太爱护。不放弃，不转身，不跟风，不哗众取宠，是因为相信偶像终会给出一个坚定的回应。而如今，这份回应已经抵达每一个人的眼前。更重要的是，这场风波也应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整个娱乐圈的舆论生态。当真相被流量碾压，当黑红也是红成为默认潜规则，当越来越多正当行为被异化为炒作、包装与洗白，我们究竟是在消费娱乐，还是被娱乐反噬？一个健康的娱乐环境应该允许质疑，但必须拒绝造谣。可以不喜欢某个艺人，但不能用谎言践踏他人的人格。明星也是人，他们有家庭，有朋友，有理想，有底线。请不要用一时情绪否定他人一生的努力。当然，王一博的故事也提醒着所有人，真正的坚强并非喧哗，而是沉默前行。当别人嘲笑你、误解你，甚至试图抹去你的付出，你可以选择争论、控诉，也可以选择像他一样，继续提升自己，继续打磨作品，继续用结果堵住所有嘴巴。他并没有靠激烈言辞反击攻击者，而是靠一部不好作品、一次次优异表现、一个个扎实落地的公益行动，去证明自己值得被喜欢、被尊重。在未来的日子里，王一博是否还会受到攻击？或许会，因为越优秀的人越容易站在风口。但正如他曾在节目中所说，我不想被定义。他不是一成不变的流量明星，也不是某种单一标签下的工具人，
他是一个在自己梦想轨道上不断加速奔跑的年轻人，而这个世界总是会偏爱那些脚踏实地又始终仰望星空的人。最后，也想对每一个在网络世界中发生的你说一句话，请带着善意去表达观点，请用理性守护正义。如果你曾无意间转发过某些不实内容，发表过伤人的评论，不妨此刻重新审视自己的言行。网络世界虽然虚拟，但背后都是一个个真实的人。王一博的名誉受损只是冰山一角，在更多看不见的角落，多少普通人也在承受着无法言说的网络暴力。请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不再让网络成为负能量的温床，而是变成彼此温暖与尊重的桥梁。王一博的胜诉不是终点，而是开始。他让我们看见，沉默中有力量，善良中会有光。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传播善意的一束光，也愿王一博接下来的路更宽更亮，不再被恶意裹挟，而是被公正与爱护包围。因为他值得。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